哟，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哎，等一下，你们没有看错 ，YouTube 没有坏啊，这是阿豪 ATH 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恭喜阿豪哥哈，他的这个 Satria Neo 的 project， 希望他赶快完成他的 Satria Neo project， 赶快驾上来 KL 让我试驾哟。 哇，天都黑了，不知道这个画面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暗？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就是我的这个车顶的布这边呢，多了一条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哎，头呢？啊，其实是一条 USB 的 cable。OK， 这个 cable 为什么会塞在我的车顶呢？就是因为今天啊，我把我这辆车拿去做了一个 wiring 的小整理啊，不是那种很够力的大整理啦。为什么要做这个 wiring 的小整理？是因为我这辆车啊，前车主啊就安装了很多那些对的啊、turbo timer 啊那种我个人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啦，而且它的 wiring 是藏在 dashboard 里面的嘛，它就会制造很多我不想听到的噪音。OK， 那今天呢，我就把我这辆车送去我朋友的车厂整理一番那些旧的 wiring， 然后再安装这一个，其实就是70迈的停车监控线啊。那为什么有装这个线，然后没有装相机？知道我的 style 的人都知道，我喜欢 DIY 自己安装啊。而且我的这一个大镜呢，因为中了石头啊，有一个破裂的痕迹，我打算把我这个大镜换掉，粘了钉灯，我才安装行车记录器。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今天一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什么东西。我们现在 Let's go。 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今天这一部影片呢，是这辆 Proton Satria Neo 的第6部影片吧，应该是吧。上一集啊，我就把这辆 Proton Satria Neo 的前面的 bearing 换掉了，还有后面是直接换一个 Guido X Series 的 bearing hub set， 然后还有就是 dry shaft 啊、timing belt 啊、fan belt 啊、fan belt tension 啊、alternator pulley， 通通呢都换成 Guido 这个品牌的 part 了啦。曾经啊，我就有听说过啦，有人讲，如果你的 bearing 出了的话，就是那个轮子的 bearing 出了的话啦，它在转动的时候啊，那个阻力会比较大，所以呢，你的车也会间接性的变成比较耗油啊。所以不知道我的这辆 Proton Satria Neo 呢，换了前后的这个 bearing 过后，会不会变得比较省油啊？因为之前那一部影片，如果你们有看的话，都知道我的前面2颗 bearing 啊，都已经直接爆开了，所以它在转动的时候，一定是会比较粗一点啦，就是阻力比较大啦。后轮方面虽然它没有爆开，可是在我拿下来的时候，我转动，我是觉得它是整个已经很粗了的啦。如果是我们骑脚车的逻辑来讲的话啦，它的 bearing condition 不好的时候，阻力变大的时候，我们骑起来就会比较费力。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整辆车行走起来，阻力当然是会比较大。车呢，我们可能就可以想象成它会变得比较耗油啦。如果我讲今天这样加一下就有感觉到省油，也是骗人的啦。那我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观察一下这辆车呢，如果真的是有变省油，或者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我会在接下来的影片来跟大家做一个 update 啊。至于 dry shaft 方面呢，这一辆车原本装着的 dry shaft 是没有出现一些异响的问题，不像我之前的 Proton Preve 的原装 dry shaft 呢，是已经出现异响的问题了。比较明显的异响啊，就是我们在做 U 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啊。那时候换了 Guido 的这个 dry shaft 过后呢，完全就是解决这个哒哒哒的问题，然后整辆车驾起来也感觉非常的 smooth， 比较安静。在我的 Preve 上面是比较有感啊，在这一辆车上面，可能也是因为这辆车比较旧，然后前车主也比较欠缺保养，它本身就有很多杂声，所以换了那个 dry shaft 也没有感觉到特别明显的把一些杂声消除的那一些感觉啦。所以这个就我们用长一点时间来慢慢的观察一下。当然 fan belt 啊 fan belt 的那些 tensioner 啊 timing belt 那些肯定就是有换跟没有换是不会有太大的明显啦，除非是原本的那一个已经发出异响，发出一些有问题的讯号的话，才会有明显的感觉。但是那些东西在驾驶的过程中是不会察觉到什么不一样啦。好，之前就有讲到把这辆车的引擎部分、车脚部分都搞完了过后呢，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嘛。
我就要开始搞这辆车的 interior 了。这辆车的 interior 今天呢，我不是拿去做 recondition， 不是拿去做喷漆，是做一些比较小小的 touch up。我们等一下到我朋友的店，我们再慢慢聊，慢慢看下去啊。Let's go。OK， 现在就是来到这间 accessories 店，来介绍一下。Hello， 我是可安。头发都长掉，上一集影片头发是短短的。自己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可安，还有我的 Eric。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在做这个wiring 的 touch up 啦。你看这个原本前车主啊，他有装那种什么推的啊，一大堆东西，这些 wire 呢都要剪到完，因为我不要这个推的了。可是你看这边有这个 double side tag 的这个啊，不知道要怎样处理，这个到时候我再想办法。然后现在呢，他们就是在拆我的 air pillar 走 wiring。主要是要安装这个，我都还来不及看到它就已经装下去了。70迈的停车监控线啊，为什么要装这个70迈的停车监控线呢？因为这一次啊，我准备了一盒这个70迈 A800的行车记录器。这个70迈的 A800 行车记录器呢，应该是我介绍这样多款70迈产品里面最顶级的了。它是 4K Ultra HD 的这个画质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只有1080p 啊，这一台东西直接就是比我早次用的相机还要更加高清啊！再来就是它有内建的 GPS， 其他方面呢可以支持连接手机的 apps 的功能啊。假如你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你拍到人家发生车祸，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现场下载下来，可能你去报警的时候啊，直接可以给对方看，直接给警察看，你不需要再通过电脑啊连接啊什么那些麻烦的东西全部不需要啦。当然我会要安装这个 A800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前后监控，所以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它是拍前面也拍后面，万一给人家追尾撞屁股的话呢，这个 A800S 呢就可以记录下来了。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了，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70迈 A800的行车记录器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 Dacia 的 Shopee 还有 Lazada 的官方网店，我也会把他们的网店啊放在这个留言区的这个置顶留言那边啊。你看他们专业到好像还不到5分钟啊，就已经把 wire 拿来这边了，也太快了吧！然后这个就是前车主他装的唱机，这个唱机是什么样的唱机？这是中国唱机来的啦，就是比较普通的啦。它为什么装了是凸出来的？因为它的这个面是比较阔的嘛。所以有没有那种它的面是不要这样阔，装的时候是比较往里面一点的？可能要白捏因为它这个是没有办法收平的啦。所以拍捏的唱机是可以收平的，是可以进到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问题，它的这台唱机啊，外面的壳就是做到比较厚，看到吗？这边这个，所以安装的时候呢，它就会凸出来，不好看。当然不好看，没办法啦，没有钱换。现在的那种中国它就是 Android 机了咯，只是这个可以性交换掉了，就不刚了。会不会很像大到很怪啊？整个凸出来的。最小都9寸了。9寸啊！太大了。对，它就可能会粗鲁一点啦。原装的话就是原装7寸的咯，白捏了，7寸还是6.2寸那些啊都可以，是 standard 这种框的形状，刚刚好 fit 进这个啦。对，就可以平啊，就可以伸进去一点。不是讲我不喜欢大的啊，可是这个唱机就不要太大啦。你喜欢大的还是小的？看情况哦。quality 好的比较重要，大小不重要。这个是70迈的停车监控线。这个东西呢，你们可以自己到那个 Dacia 的网站啊 ，Shopee 或者 Lazada 加购，也就是安装了过后呢，你的车在 parking 的时候，万一有人撬你的车啊，有人经过你的车不小心撞到啊，都会有拍摄下来。当然，这个 A800呢也是具备这一种停车监控的功能，只要你安装这个监控线就可以 work 了。OK，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这辆车，他们在后面拆什么东西啊？你们这边是在拆相机的镜头是吗？原本的已经要拿出来了啊。OK， 这些东西呢就是原本车主安装的，可是我不要了，因为它也没有 connect 在那个 double-in 的唱机，所以我在做 reverse 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作用，就打算把它拆掉。然后他们现在也在顺便安装那个70迈的 A800的后面的部分，在行驶的时候不只拍前方，连后方也有拍到。OK， 所以今天呢，最主要真的是来拆线啊，就拆了很多东西的线。这边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线有拆到吗？这边还 OK 了，没有了。
只是剩下一个 Turbo Diamond。Turbo Diamond 也拆了。可以。这个就是一个杂牌 Turbo Diamond， 前车主就是很喜欢装这种有的没的东西啊，我是不喜欢。OK， 可能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拆这个 Turbo Diamond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 Turbo Diamond 在我车上它唯一的作用啊，就是给我看 voltage 罢了。除了看 voltage， 它的其他功能我完全就是没有用到，所以我想要让我这辆车呢表现得就比较干净啊，不要一堆 wiring， 我不要一堆有的没的 accessories 啊。当然，如果是讲门板里面的 speaker 啊那些东西的话啊，那个我会去做升级。专业就是专业，应该是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已经拆出这样多东西了。知道吧？里面有一堆 wiring， 一堆 cable， 我也不懂是什么鬼来的，就是一堆 wire 就对了。这些东西呢，它在我车上没有作用，然后它又躲在 dashboard 里面啊，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杂声啊，所以拆掉了 is the best， 心情好一点，好像便秘很久然后大便了这样。OK， 经过这个 exclusive 啊，他们专业的这个一下，整辆车那些我不要用的 wiring 啊，那些我没有要用到的 accessories 啊，通通都拆光了啦。而且这些 exclusive 呢，他们不止速度快啊，而且细节又有做到位。好像我这样一到他们的店的时候，就先做了一轮消毒，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又消毒多一轮。所以就是在这种疫情笼罩的大环境下，我觉得每一间店啊，尤其是这一种 accessories 店，一直有人进进出出的话，把这个 SOP 做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保护自己也保护 customer， 这一点真的是 good job。接下来就到突然就想要去弄的一个东西，就是exhaust system。所以这样好看、这样精彩的一个 series， 还不快 follow 咩？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啊！在影片结束前，也要非常感谢 Dacia 赞助本期节目。如果啊你们对刚刚我介绍的那个70迈 A800S 前后摄像头的行车记录器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 Dacia 他们的官方网站还有官方网店啦。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找到一些好看二手车啊、新车啊，还是 recon 车或者一些新车消息的话，都可以到 Cherry Car 上面逛逛一下啦。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赶快去跟它订阅一下。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